大家好，我叫向帆，然后我是做一个设计师，我也教设计。我这是第2次来一席了，所以特别感谢一席和别克艾维亚邀请我回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实际上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系的。我的生活是这样的，后面的那个男人是我老公他的名字叫朱顺山。平时呢，我叫他大山，因为他个子特别高。虽然他挺高的，但是我在我们家地位也不低。我地位最高的时候就是去美术馆的时候，因为他跟我说：“哎，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再也不怕进美术馆了。”因为他是一个计算机工程师，他原来是害怕进美术馆的，但是跟我在一起以后，他就说进去以后我就不怕看不懂，我也不怕装懂。我可以问你，比如说看到这张画的时候，他就会问我说：“你说这是啥呀？”我这个可是当代艺术、21世纪艺术当中必有的一个篇章，因为这个艺术家叫马列维奇，他把人类第一次从具象的这个对象当中脱离开来，也就是说，画画你不用忠实于那个对象长什么样子，你感觉它是什么样子，你就画成什么样子。大山说：“那我也会。”我说：“你是会啊，可是在他之前，人类一直都是被具象的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所牢牢捕捉的。但是他让人类释放出来了，说你就看见那个感觉就好了，而且用最简单的方式、最纯粹的一个色块、一个颜色就可以去表述它。其实更核心，这个艺术运动叫做至上主义。”他说：“那你说这到底是画的什么呢？”我就叫飞机。为什么叫飞机呢？因为作者说它是飞机。这张作品的名字就叫《飞机飞行》。他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飞机在飞，在空中有加速、有上升，还有停止。你会感到一种能量在空间当中。这是另外一些飞机，他一生画了很多飞机。这个艺术家他本身就是一个失事的飞机。我是讲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失事的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927年的时候带了很多画作去柏林参加这个当代艺术大展，他的作品在欧洲赢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就在那么一个人生的高光时刻，他收到了他妻子的一封信，他说：“你别回来了，你就留在柏林吧，因为你如果回来，斯大林不会喜欢你。”他说：“那不行啊，我得回去救你。”但是他一冲回去，他就永远的消失在了世界的舞台，人们再也找不到他。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问他去哪儿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实际上他回国以后被另外一个文学家举报，说他画的根本就不是飞机，而是给敌对势力发送的密码。他被判了间谍罪，然后过了几年他就死了。每次想到马列维奇的时候，实际上我都觉得挺遗憾的。我跟大山说：“我说，我们能不能让这些飞机飞起来？那怎么飞呀？”这个问题当时我也回答不了，就搁置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在生活当中，我是有一个癖好的，就是我坐飞机再远的航程，我也不会看电影，我就盯着那个屏幕看。我觉得看屏幕有一种治愈感，而且它可以了解我在地球上的什么位置。正是因为这个癖好呢，使得我买机票的时候我会多用心一点。比如说我回成都，我就会买中午从北京起飞的，这样快在这个5点钟的时候到达成都的时候，你可以坐在右边的窗户，眺望西部的大雪山在夕阳下闪闪的发光。如果要从欧洲飞往美国，我会选择一个更便宜的机票，就是一站经停冰岛。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飞越格陵兰岛，看到更直观的，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那个冰川，看那个正在被地球温暖化所影响的大陆。如果你要去东京，我会建议你买靠右窗的座位。在抵达东京之前，在空中就可以俯瞰富士山。
正是因为这样的对航路的兴趣，我认为说啊，那如果我们可以收集很多飞机的航路，那我们就可以用真实的飞机去拽动马列维奇的飞机。我们把马列维奇的这种飞机彩色的色块，就把它一个一个的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我们就认为说，它怎么被飞机拽动呢？如果一个飞机往上升，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如果飞机平飞转弯，它就会转弯。一个飞机一边转弯一边下降，它也会转弯，然后它会变得越来越大。它如果又落到地面呢，它就会又变大了。如果用这样一个逻辑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让马列维奇的飞机飞起来。首先，第一个试验呢，我们是在洛杉矶做的，然后这就是在洛杉矶机场，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进来的航班都被我们赋予了一个马列维奇的飞机。对，这个就是实时的飞机。抓进来以后，我们就会说你是马列维奇的黄颜色，你是马列维奇的蓝颜色，然后这些飞机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代码。接着，如果说一架飞机被赋予了蓝色以后呢，它就是这样飞行的。这就是一个飞机，它在一直往东飞。抓到一架飞机以后，我们就可以抓到很多飞机。这比如说，这是一个美国的小机场啊，在这个机场上，就这一刻你可以看到，很多飞机停在这个机坪上，但有2架飞机正在往上升。像现在你看到那个蓝色的飞机正在奋力地往西南方向一边飞行一边爬行。另外一个机场呢，也会清楚地看到说，你看这个飞机有2架飞机在飞行，是不是充满了一种飞翔的动力？而且在这个地方会看到说，在低空很大的那个黄颜色的飞机正在开始盘旋爬升，而在它的上空有另外一架蓝色的飞机正在飞翔。那这一张是就是一个红色的飞机啊。正如马列维奇所说的，一切都充满了能量，这是一个空间，它不再是一个平面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呢，我们就追随了一辆飞机的飞行的数据，让它从这个西南方起飞，往北方飞。那你会看到一个飞机起飞的时候都不断在变换这个航向，飞到中间的时候它很高，接着它又开始慢慢的这个校准它的这个方向，开始下降。大山问我说：“那这个东西做出来有什么用呢？”我说：“没有什么用。如果有用的话，也许我们是想问一问，想在这个数字的时代，回想一下，画画还会有什么新工具啊？因为绘画的工具一直在变。第二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航班管理的软件，这些数据都是航班数据，但是航班数据是不是只能做航班管理的软件？它还能不能有一点浪漫的用法？第二个项目也是我跟大山在家里聊天的时候聊的，因为他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知道吗？说不定要在古代的话，你也算是嫁了一个皇族。我就看着他，他说：“因为我是皇亲国戚呀。”我说：“为什么呀？你想想我姓什么呀？我姓朱啊。”那你姓朱，你就能是皇亲国戚吗？你们家有家谱吗？比如说这样的，他说我们家没有。我说那你们家能不能去上海图书馆那个藏家谱最多的一个图书馆，我们去寻嘛寻嘛？可是我们去到上海图书馆的时候，上海图书馆的家谱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寻嘛。但是有一些老人家，上海的老人家，他们会在很冷的冬天，就这样到上海图书馆的家谱馆去抄家谱，可是我们又没有时间。1个月之后，我突然听说有一个网站叫做 CBDB， 它收录了很多中国古代人的数据。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呢？后来我就去查，这个数据库其实是1970年代由一个美国的中国历史的学者开始构建的。他认为中国历史烟波浩渺，有这么多的这个历史文献，那我们能不能发明一些工具，把这个中国历史当中的正史啊、墓志铭啊里面的人物啊，还有他的家庭关系，把它一个一个输进 Excel 表格里面。如果输进去，我们再编程，这样历史学家就会获得新工具。他一生输入了2万多个中国古代人物，到他去世的时候，1990年代，他把这个数据库就转交给了哈佛的燕京学院，由燕京学院
带领来主持，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研究中心，还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很多的人文学家来加入到这个数据库的输入当中。至今呢，这个数据库有了51万的古人数据。那一旦我们可以潜入这个数据的话，是不是大山还是有可能是皇亲国戚呢？因为我们可以用数据来编程嘛，对不对？那这个数据库呢，它怎么编呢？我们拿到它的数据库，第一个呢，首先就是我们如果有一本书里面讲这个大山的爷爷和祖父有他们3个人的关系，但另外一本书呢会讲到他的孩子，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编程，就可以把这一家家族树就连的多了几代，是不是？就不是一本书讲的了，可以很多本书来形成一个家族树。比如说左边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数据，那左边是很多书，我们看到啊，就是从左边左下角是第一本书，讲的是一家人，然后接着后面这家人的这个子子孙孙在不同的这个古代的善本当中都有记录，最后合成我们就可以合成到右边的这一棵整枝的大树。这枝大树历经了300多年，从东晋，中国话叫单传啊，这棵大树从东晋开始单传，一直传到了唐代，结果戛然而止了。那他们好不容易单传300年，就停止在这里，确实是让人蛮惊异的。我就去查，他们为什么戛然而止了？而最顶端的那个人就是王勃，那个写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人。他们的一家的命运，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了这样一个王勃这个例子以后，我们就想说，如果一定要找皇亲国戚的话，可能姓李的这个人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他们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人物更多。但是你再远看的话呢，全是大横线，我就去捋，就挑出其中的一根线，我们看一看为什么它会有大横线。这根大横线捋出来以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因为它有2个爷爷。他为什么会有2个爷爷呢？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说，这个人呢，他的有一个爷爷在宋史上有记载，但有一个爷爷是在宋史上是没有记载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王阮。如果我们百度百科的话，他的第一身份如果有一个名片，他叫王绍的曾孙。第二一个名片称谓才是爱国诗人。那他为什么会有2个爷爷呢？我再去查了一下历史资料，我怀疑是因为他是朱熹的弟子，他跟陆游这些名流当时是有很多来往的。他如果有一个显赫的爷爷，是不是更好一点呢？但是这件事情直到现在，在对王阮的研究当中，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没有怀疑过。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让历史学家去一眼瞅见历史中的疑点？那普通的人是喜欢去就是这个可能是会攀附名人，那皇家就不一定了。那我们就把皇家的子子孙孙的这个关系把它连接起来。各代皇家就是这样极盛的啊，最后又走向了衰落。为什么唐和明代是歪脖树，而宋代是一棵真正的树？看起来，那这个倒变得就是比较有意思啊。这个下面这个白点是这个第一个皇帝，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那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明代和唐代一定是一个歪脖树呢？对吧？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那我去查了一下明代，明代确实是一个歪脖树，但是这棵歪脖树呢，也有一些分叉。它为什么会分叉？为什么要歪脖呢？第一个问题还比较容易回答，是因为明代严格的执行了这个皇帝的这个继承是一定要交给长子、交给皇子的，啊，他不论贤德，不论颜值，一定是给那个皇子的。所以说，他歪脖倒是有了道理，但分支又是因为什么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说，第一个皇帝他的皇位被2个人继承了，实际上呢，这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把他的皇位是给了他的孙子，
但他的第4个儿子是不服的，他就发起了战争，从北京打向了南京，争夺到皇位。而后他把他的皇位传给了他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这是第一个分叉。第二一个分叉是，为什么有2兄弟都当过皇帝呢？实际上是因为明英宗打败了，然后他被北方的游牧民族直接就俘虏到北方去了。这样的话，国内没有皇帝怎么办呢？他的弟弟就临危受命，然后带领大将于谦打败了游牧民族，把他的哥哥给救回来了。但是哥哥救回来以后，哥哥还要继续当皇帝的，所以兄弟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政变。大兄弟又把皇位给夺回去，又传给了他的孩子。从那以后呢，其实明代就没有多少就是这个流血的皇位之争。这些小圆点的分叉都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兄弟死了，然后就传给了另外一个人。比如说这个就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吊死了，其实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很不争气的哥哥，他哥哥推动了这个中国家具的发展，是一个喜欢做木匠的皇帝。他也死得很早，所以他我想他是把这个悲惨的结局交给了他的弟弟。总的来看的话呢，明代真的是非常严格的执行了这一套皇位的传承制度。那如果我们要看其他的朝代的话，像宋代它也是歪脖的，但它歪的不是那么厉害。而唐代也是歪脖的，那歪脖好吗？有学者说，其实歪脖也挺好的，因为歪脖意味着兄弟之间不用再互相杀戮去争夺权力，国家会更加的平稳。但是也不好，因为它会让那些贤德、聪明、英勇、帅气的人，会从一生下来都没有希望。就是做完歪脖树以后，我们在想，那能不能让他们真的就是长成一棵真正的树？这个时候，我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朱艺林就说：“老师，我们可以用3D 来做，然后我们用3D 重新分形、重新计算，来生成一棵立体树。”这就是明代的那棵树，它现在已经不歪脖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会看到朱元璋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后来都没有进入正室，说明了什么呢？然后这是宋代的那棵树，最感人的我觉得是宋代最上面的那个部分，因为这是不是南宋的这个皇室正在逃亡之中的那种残存的状态。那一年我们的这个作品呢就被邀请去了米兰3联展。那一年中国馆的主题是家庭，我问这个策展人苏丹老师，我说你为什么要选我呢？他因为家庭有很多种形态，比如说他选的左边的这个艺术作品是中国人家家户户曾经都会有一个全家的一个境况几代人都会合在一起，那是一个家族的界面。但你们的呢是一个家族的生长。但是又有人很好奇说，你带了4个家族书去，对吧？你看我带了4个家族书去，其中有一个家族为什么要带去？因为它是上海图书馆给我的数据，是明金胡氏的这个家族的数据的而形成的。那他又凭什么要跟皇族待在一起呢？上海图书馆的馆员夏翠娟老师跟我说，实际上因为明金胡氏的这个家族的起点叫做胡昌义，它也是唐代家族树最上面的那个最尾的点。也就是说，唐代的那个有一个小王子，他在战乱当中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被交给了一个仆人，叫做胡山。因为他的爸爸皇帝可能会被追杀，会被诛灭9族，所以那个仆人带着他隐姓埋名，带着他改了名字，就不再姓李了，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胡昌义，把他带回了自己的老家安徽去隐匿了起来。正是因为他们在安徽长期的这种隐匿，使得这个胡家到了明清的时代又 boom 繁盛了起来。而这个繁盛，大家看到最上面的那些枝叶当中，其中就藏着胡雪岩还有胡适。也就是说，胡适是这个皇家的，是一个皇族。那这么有趣的话，我们一定要去那个集溪看一看。所以我就跟大山2个人开车
去了极西。就是快要到达上庄镇的时候，我们2个人就把车停了下来。这就是胡昌义藏匿的地方。然后我们去了胡适的家里面，然后管理人员说我就是胡适的兄弟。后来我们说真的吗？他真的，我带你去看看家谱，我们家有家谱，我真的能告诉你，我跟他真是兄弟。就到了那儿以后呢，大山说你给我指指哪个是你？果然他是在那儿的啊。后来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山跟这个胡适的兄弟在一起吃了个蛋糕。我想这也是作为一个计算机工程师第一次真实的面对他的数据，而这个数据是活的。但是胡适是不喜欢的。胡适在一篇文章当中，他写过，他说我就最不喜欢中国人这个追根溯源，谁都想当一个皇亲国戚，这其实是我对中国这个家谱的一大恨事。因为大家想找一个皇亲，想找一个高贵的血缘，所以这个家谱往往都是不靠谱的，实为一大恨事。胡适不喜欢，但是我想所有人都想知道我从哪儿来，所以我们把这个家族树呢，就做成了一个家族的森林。这个项目做完以后呢，我们参加了美国的这个顶级的计算机图形会议，拿到了最优秀论文奖。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我们不知道会给我们记奖杯。拿回以后，他说咱们也没有掌声，也没有舞台，怎么办啊？我们说那就去刘科家吧。刘科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住在北京林业大学，我们就开车去了。老朱说：“你看我们拿了个奖，也没地儿领奖。”刘科说：“行，我给你做顿饭。”我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给你颁奖，而且刘科说这么大的奖一定要给加一个四川的香肠，而且这个论文奖使得我们的作品将会永远的免费的可以在ProQuest 或者说是很大的数据库可以免费的下载。另外第2年，也就是去年，然后我居然被选为了这个顶级会议的评委，也让我第一次神奇的见证了原来优秀论文是这么评出来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件未了的心愿，就是我们很想去到这些家族的其中一个家族那里去看看，就是右下角的那一个家族。因为你看其他的大型的家族树的话，只能看到他们盛极一时，但是右边这个弱的家族，它居然生存了那么多长时间，最后还繁茂了起来。那他们是怎么样存活的？这是我们感兴趣的。而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这是一帮河南信阳的人，也就是今天郑州附近的一个区域郑姓的家族。他们到5代的时候迁居到了浙江，然后逐渐的定居于蒲江，这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他们搬到了那儿，居然在那儿生活了几百年。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中国最宜居的城市。所以我想我们一定应该去那里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生存下来的。那我就开着高德去了以后，你看它真是就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对吧？至今还在。而且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村落它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呢？你看它周围是有平原的，它旁边还有湖泊，它后面有一座山可以躲避这个战争，它又距离海洋很近，它可以吃到海洋的物产，但是它又会逃避海啸等等海洋的危险啊。Anyway， 它是一个我认为中国最安全的地方。这些人既然是从河南去的，这些活在蒲江的人会不会有点河南口音？
因为口音是会迁徙的，它是跟随人类迁徙的。就像我来了北京很多年，我还是讲一口川普，他们应该有些东西还会留下。那中国的方言到底是怎样迁徙的呢？我就坐上了马列维奇的飞机，再次飞翔了一把，从中国的南部飞往北京。食咗飯未啊？你食飯一個食饅頭啊？你食飯未啊？食米飯食饅頭啊？唔得食咯，食飯係食饅頭。你吃了饭了吗？吃的米饭还是馒头？你吃个饭嘛？你吃个是白饭还是馒头？你吃饭嘛咯？吃的是饭还是馒头咯？你吃没的？你是吃米饭呢还是吃馒头呢？你吃了饭没？你是米饭还是馒头？你吃饭没有？你吃米的还是吃馍的？你吃了吗？你吃了米还是馍呀？您吃饭了吗？吃的是米饭还是馒头？哎，你吃饭了没呢？吃的是米饭还是馒头？你吃饭了没有？吃了米饭还是馒头？你吃饭没有？吃的是米饭还是馒头？你吃了吗？你吃米饭呢还是吃馒头？你吃饭了呗？你吃的是米饭啊，你还是馒头啊？您吃了吗？吃的米饭还是馒头？这是刚才你在空中听到的这一段语音的变化，让我很迷惑，他们怎么分类呢？其实语言之间，语言的那个界限是很模糊的。今天我讲了2个项目左边的这个项目呢，是让我们回看了100年前的当代艺术。第二一个作品呢，实际上我想我们是爬上了一个上千年的大树的树顶，去俯瞰朝代的兴衰成败。如果有这样一个景观，可不可能让我们在现实世界稍微通透一点？但是右边的这棵树还有很多没有解开的秘密，因为每一个节点都是男性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